这水下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我。这是灵界巨灵，对不住了，灵气神经，我准备让给你。学武耀阳，平顶爆！好漂亮！地天，我可不怕。来的是什么军团？好像是日月帝国的护国之首魂导师军团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爸爸，我现在就教你控冰之法。我带你感受一下冰的世界。冰雪的基础都是水，水是万物之源，生命之源。水的力量无孔不入。这就是水，有水就有生命。冰与雪，无论形态如何不同，它的本源都是水，只是因为温度的不同才成了冰。冰其实就是固态的水，是坚硬的水，是水之刚强。控冰之法实际上就是控制温度。当你掌控了温度的奥秘与水之特性，那么你的控冰之法就有些门道了。今天让你先感受控冰之法的第一层——温变。水凝结成冰，会释放大量的热能，而冰融化为水，则需要吸收大量的热。所以，当你紧贴冰的时候，并不会那么快感到冷。而冰化的时候，吸走了你身上的热量，寒冷就来了。原来我并不了解冰，拥有极致之冰的能力，反而令我忽略了很多冰最本源的东西。寒冷，并不是纯粹对温度的控制，更重要的是对冰属性本身的了解。谢谢你，雪女。我对冰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希望这份明悟能在你凝聚第二魂核的时候有所帮助。这里温度已经回升不少，剩下的6根万载玄冰髓你都吸收了吧？好。任何一个万载玄冰窟的形成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可惜，这处万载玄冰窟并不在我极北冰原之上。当时随着地壳运动移动到了这里。这里虽然寒冷，温度比之极北冰原却相差甚远，无法维持万载玄冰窟。现在没了万载玄冰髓和冰级神经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彻底消失了。
秋秋，这处寒泉洞窟确实是一处宝地。我吸收里面的万载玄冰髓，实力有了很大进步。极致之冰变得更低、更纯粹了，就连我自身的生命力也增强了不少。这是冰极神经，也是我在这处寒泉洞窟内找到的稀有金属。秋秋，你把他们带回唐门，玄老师和二师兄一定能打造出一批性能优越的魂导器。那你呢？在你下井的这段时间，日月帝国来了一支军队，就驻扎在龙城城外。龙城背靠极北之地，背后已经没有任何日月帝国的敌对国家和势力了。日月帝国这个时候派军队过来，到底图谋什么？具体还不清楚，我没敢靠得太近观察。不过，看这支军队军容十分严整，整体数量应该有2万人，并且配备了魂导师。秋秋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去史莱克城送稀有金属，我去探查龙城外这支军队的真正目标。高空探测魂导器，数量超过了100台，看来龙城外的这支军队所谋不小。这支军队十分可疑。凤凰图案是日月帝国5大护国之首之一的火凤魂导师团。哪怕已经是晚饭时间，军中巡逻、侦察、斥候，也都是一丝不苟地在执行着任务。这支军队果然军容严整，综合素质，恐怕可以与白虎公爵嫡系部队相媲美。没有布下防御魂导阵，也就是说，龙城只是中转站。他们的目的究竟是？抓个舌头问问，顺便测试一下这座军营的真实实力。哎，看这里！得手了。触发式警报魂导器。果然，这座军营实力不俗。在这边，我看到他了！不愧是护国之首，果然是强大的魂导师军团。学武麒麟玉。虽然被发现了，但不能白来一趟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好强的大范围魂技，辐射范围足有1公里。我怎么说也是10万年魂兽，我赋予你的魂骨技能又怎么会差？敌人只有1个，你们还给他逃了？是的，团长，对方实力很强，他用覆盖面积极大的冰属性魂技摧毁了我们的高空探测魂导器，之后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他似乎还会精神攻击，导致我们的魂导器在瞄准过程中出了偏差。冰属性，精神攻击。团
团长，我们现在……这个人的行踪诡异，用常规之法必定无法擒获。但若我们拔营起寨，或许能引他来探。哼！传令全军，拔营起寨！大供奉，23号实验品存活超过72小时了。很好，这次的实验若成，我日月帝国的勇士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备用器官了。没有继续搜查，反而匆匆启程了。精神探测。按照这个行进方向，他们的目的地难道是？模拟。好，收到。钻井台。对了，既然靠近极北之地的龙城拥有冰级神经和万载玄冰髓这样的至宝，那么极北之地肯定埋藏着更多的稀有金属资源。日月帝国真正的目的是开采极北之地的矿脉，攫取资源，为扩大战争规模做准备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吧。你以为单靠隐匿身形就能瞒住我们的视线吗？封号斗罗，你一定奇怪是怎么被发现的。其实你不用奇怪，我知道你有能力对我们进行侦查，所以为了布置这个陷阱，本帅着实是耗费了一番功夫。在这极北之地边缘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低温，而低温之中，热能探测魂导器就会特别的敏感。虽然你已经很小心地将自己的体温与周围环境同化，但是你却忘了，在你移动的过程中，空气气流会变化，多少还会有一点温度的改变。这是禁神手铐，能够禁锢你的魂力，戴上它，露出你的真实面目，我们就可以好好谈谈了。好吧，我认栽了。
团长，是我。障眼法，雕虫小技，看我怎么戳穿你的小把戏！到底哪个是假的？他是假的，快攻击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究极魂导师的实力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他是假的！不好，对方实力远超于我，得想办法尽快脱身。往哪儿跑？这里可是在极北之地，岂能容你这小小的火鸡撒野？兵兵必胜！混蛋，敢对老身无礼，我奉剑打你！杀人！快躲起来！精神踏印，玄武之魂，命运头骨技能，灵魂爆炸，精神护罩。这位团长虽然有防御魂导器护体，但实力明显不如那个封号斗罗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不好，元帅有危险，要尽快解决眼前的麻烦。圣剑主帅是我唯一的脱身机会。命运，灵魂冲击，无敌护罩。你身上还藏着多少防御魂导器？暗金魂爪。什么？现在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是你！你敢！挟持我！放开团长！他是94阶火凤斗罗栾凤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原来是他。二师兄说过，火凤斗罗栾凤是与星空斗罗叶雨林齐名的存在，常年担任火凤魂导师团的团长。看来橘子空降火凤魂导师团后，栾凤就退居副团长了。都让开，不然我就让他给我陪葬。住手！栾凤奶奶，不要管我！放开团长，老身可保你不死。你们没有跟我谈判的资格。我离开后，自然会放了他。让开，让他走。希望阁下言而有信。对不住了，橘子。你还活着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这些日子，你还好吗？不算好。对不起，宇浩。虽然我很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，但看见你还活着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要试图与我作对，好吗？橘子，我可以帮你离开日月帝国。依靠你的本领和智慧，你完全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。战争的残酷，你早就已经亲身经历过，为什么还要将它带给更多的人呢？
你说的轻巧。当初星罗帝国军队杀害我父亲，令我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对他们的统兵将领这么说？是他们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报仇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要报仇。谁能帮我报仇，谁就是我的恩人。徐天然是，你不是。你有你的道路，我也有我的道路。除非你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你是拦不了我的。没人能阻拦我前进的脚步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带领日月帝国大军，踏平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一统天下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陆上就再也不会有战争。我会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，让和平永存。有一句话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应该杀了你。如果是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愿意。原来你就是新来的交换生。这颗牙齿怎么办？距离心脏太近了，坚持住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。但是我觉得告诉你也没有意义了。再见，宇浩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希望我们不会在战场相遇。当初在景阳山脉，你从银月狼王手中救我一命，如今我且放过你，将这滴鲜血偿还。从此，我们一笔勾销。今后在战场上再见，我们只会是敌人。今天之后，我会不惜一切阻止你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橘子。要摧毁橘子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必须有极北之地的力量。极北冰原雄，身材巨大，短距离奔跑速度却堪比敏攻系魂师。这是雪地松鼠和极地短臂兽。为了在极寒环境中生存，极北之地的魂兽演化出了奇妙的共生关系。10年前，第一次进入极北之地，依靠天梦阁的残退御寒，一路艰难前行，才达到核心圈。而现在，早已不同往日了。
回家的感觉真好。雪女本是极北之地最纯粹的冰属性天地元力凝结而成的生灵，是天地间应运而生的生命，本身就是最纯净的元素体，是极北冰原的女儿。冰天雪女，得天独厚，一代雪帝，雪舞飘零。好一支冰天雪女舞！团长，那贼子有没有伤害你？鸾凤奶奶，我没事。马上召集所有将领，传令，所有魂导器全力运转，加快矿脉探测和开采工作，全军进入迎战状态。老身的火凤剑很久没有杀人了。他肯定还会回来的。大片的生命气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靠近。兽潮！天王之一的泰坦血魔王，他也来了。极北冰原熊，他的体型竟不在泰坦血魔王之下。这头极北冰原熊，或者说是冰熊王更为合适，其修为已经远远超过了10万年魂兽的级别，几乎不弱于星斗大森林的凶兽熊君。小白，你又胖了。小白，他哪里小了？小白是雪女在统一极北冰原时捡回来的一只小冰熊，以前一直跟雪女生活在一起。现在虽然已经是一方霸主，但他还是一直将雪女当成妈妈看待。阿泰，好久不见。泰坦血魔王也听命于雪女，雪女在极北之地果然是说一不二的至高存在。我极北之地乃是一片净土。对我来说，这一生中最令我满意的事情，就是极北之地的和平。这次召集大家过来，主要有2件事。第一，我要向大家昭告，这次相见之后，我将会进入另一种层次的闭关。我也不知道最终结果会如何，特此向大家告别。很有可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家见面了。第二，我要确定我的继承人选。我宣布，从这一刻开始，阿泰将继承我的位置，成为极北冰原之主。你们要像尊敬我那样尊敬他，听从他的命令，助他维护极北冰原的和平。冰帝呢？冰帝会与我一起闭关，无论成败，你都是我更适合的继承者。你要记住，
就算我不在了，极北冰原也还是原来的极北冰原。你一定要善待各个族群，秉承我的志向。只有我们极北冰原自己足够团结，才不会被外敌入侵、欺辱。是。所有冰原的子民们，你们记住，我的离去，并不代表死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永远守护着你们。任何违背极北冰原规矩的存在，都将是我的敌人。任何违背极北冰原规矩的存在，都将是我的敌人。妈妈，饶我了。小白，你是我的家人，以后就一直跟着我吧。我能感觉到，你距离瓶颈已经不远。这次的瓶颈凶险异常，你突破的几率不足30%。跟着我，你或许有另一条路可以走。另一条路，一条成神之路。冰是水之坚硬，柔和的水滋润万物，是生命之源。但冰却可以令生命完结。天梦，我感觉雪女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。她本是天地间孕育的生灵，是超脱人与魂兽概念的存在，而现在她似乎多了一丝感性。他与宇浩的融合，比我们2个更深。要知道，伊老可是比肩神奇的存在。他燃烧神石，促成雪女与宇浩融合，让二者血脉相连。这是我们所没有的。爸爸，也许从心底里，雪女就是将宇浩看作爸爸的吧。水和冰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不只是温度的变化，更是生与死之间的转变。绝对零度是运动的极限，生命的终点。冰水转化，亦是生死的轮回。谢谢你，雪女。终于领悟到了空冰之法的真谛。恭喜你，爸爸。想不到极致之冰的真谛，竟与亡灵魔法殊途同归。我们该出发了。团长、副团长，目前已探明总计12条矿脉，矿脉纵横交错，储量各不相同，但无一例外都是品质相当高的稀有金属。其中有2条矿脉出产的稀有金属更是特别珍惜的品种。很好，继续挖掘，不惜一定程度的浪费，要用最快速度将这些矿脉全部开采一空。是。半个月了，营地附近平静的有些奇怪。难道他已经离开？还是……暴风雪预警！快啊！全师小心，这场暴风雪不太对劲。
他们赶出极北冰原。休想得逞！9级远程魂导器，风翼天翔，听声会星雨。冰壁帝皇先帝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在玄女2次点破后，我的极致之冰有了质的升华。小贼敢尔！全军听令，集火！这极寒之地大大限制了火凤技的威力。八角玄冰右腿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第5魂技，九天神火。回我9级魂导器，第6魂技烈焰羽翼，我要你们赔葬！我的极致之冰不是你的半吊子火焰能够抗衡的。英皇之怒！
这是一次警告，人类离开极北之地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下一次，我们将不会手下留情，一切生命都将被冰雪同化。团长，团长，你在哪里？蓝凤奶奶，这是我执掌火凤凰魂导师团以来第一次彻底的大败。团长，军队死伤无数，魂导武器尽毁，辛苦开采的稀有金属也都被一扫而空。但我绝不会放过这场突袭的幕后黑手霍雨浩。你够狠！别再落到我手里！好一场大胜，爽！那个人类女性的武器真的厉害。我都做了准备，还受了伤。这就是外公你说过的魂导器吗？有话好好说，能不能别叫我外公？妈妈叫你爸爸，你不就是我外公吗？外公，外公，外公！怕了你了。原本我还不相信人类能够研究出什么对付我们的武器，看来我真的是井底之蛙了。人类竟然已是如此强大。这只是一支先遣队，日月帝国真正的底蕴还远远没有亮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在突袭之后给他们个教训就撤离的原因。正面对抗，我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这次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请您代我向雪帝问好。阿泰，他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极北冰原之主。雪女，极北之地的魂兽比之星斗大森林更为团结，核心力量甚至不逊于星斗大森林的5大凶兽，难怪你能在极北冰原建立一方乐土。你还没有见过星斗大森林真正的核心力量。难道上次发动兽潮的5大凶兽，还不是他们的核心力量吗？你对兽神帝天的认识还远远不够。他不只是统御着星斗大森林，本身更是我们魂兽共主的代言人。如果他真的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对付你们人类，那就不是一个星斗大森林暴动了，我们极北冰原也要接受他的调遣。到了那时候，就是玉石俱焚的局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帝天是你们魂兽共主的代言人？魂兽共主是谁？只有我、帝天、邪帝这种生命悠长的存在，才知道共主的存在。我们魂兽共主本来就是神，龙神。龙神？他还活着？龙神是最早诞生的魂兽，在神界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神位，并育有9子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龙神陨落。陨落后，龙神分裂为金龙王与银龙王2条龙，二者各擅胜场，却都无比强大，纵横于斗罗大陆之上，共同统御着我们魂兽世界。后来，斗罗大陆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劫难，在这场劫难中，整个龙族共同对抗劫难。最终，几乎全都死在了那场大劫之中。帝天，就是大劫之后硕果仅存的强大龙族。
所以我会说，他是魂兽共主的代言人。金龙王和银龙王还存活着吗？也许只有帝天知道。妈妈，外公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和你说的那个史莱克学院吗？原路返回只会跑进日月帝国的埋伏圈，所以我们要横贯极北之地，先前往天斗城，然后绕道返回史莱克学院。天斗城，他们的发源地，在那里可能会遇见一位故人。